今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先进的盒马生鲜超市关门了，为什么没落了 ？Hello， 我是 Edward。我们家附近的盒马生鲜超市已经关门2个星期了。这家店曾经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先进的生鲜超市，现在它关门了。今天带大家去打探一下，路程才5分钟啊。我们顺便聊一下它曾经的辉煌，还有它为什么没落了。盒马鲜生鲜超市，它 logo 长这样，一只河马，但是它的盒字不是河马的河，是盒子的盒。到视频的最后你就明白了。盒马鲜生呢是阿里旗下的新零售高端生鲜超市，好几个概念是不是？生鲜超市就是 grocery store 嘛，我们可以在生鲜超市里面买蔬菜、水果、肉蛋、食品，还有日用品。什么是新零售？听说过吗？新零售其实是阿里、淘宝提出来的概念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把线上和线下打通嘛。我们作为消费者，既可以在它的线下门店去消费体验，又可以在网上，也就是手机 APP 上去下单，然后他们负责配送。而且当时盒马开创了那种无人的自助式买单。全部都是电子屏幕买单，没有收银员，也没有现金交易。阿里可以说是中国新零售的鼻祖了。对我来说，它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。起码有2个方面，它开创了历史。第一个是它开始了中国的网上购物时代。第二个，它的支付宝开创了中国的手机支付时代。前面有垃圾车，我们不走垃圾车那了。当时最轰动的、最夺人眼球的是什么？盒马甚至把进口的大龙虾、帝王蟹、面包蟹这些高端的生鲜搬进了生鲜超市，而且价格还很实惠，所以当时盒马一开，全城轰动，人山人海。现在在等红灯哦，好的。我们家做饭比较多嘛，之前买菜也比较多了，在盒马开之前，我们都是去菜市场里面买。18年，我们镇子里面的盒马一开，我们家所有的蔬菜水果啊，都是在盒马来完成的啦。有时候去线下，有时候在手机上下单。盒马有一个有趣的名词，叫盒区房。你们知道中国有个校区房吗？校区房就是在一个很出名的、教育质量很好的学校周边的房子，叫校区房。买了这个学校附近的房子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嘛。盒马一开，就有盒区房了，就是在盒马生鲜超市的周围3公里，因为盒马的政策是3公里，30分钟配送上门，非常方便的。盒马刚开那几年，确实东西质量很好，服务也很好，而且非常的方便。
那为什么他今天要关门了呢？其实已经关了，关了2个星期。简单讲3个方面吧。第一个是消费降级，疫情之后，中国总体的经济在放缓嘛，老百姓的信心不够嘛，工作也很难，就业市场也很难，大家信心不够，所以都不敢花钱了。当然，盒马也开始自救了。其实，他们开了盒马奥莱，就是折扣店，卖一些便宜的、优惠的东西。然后，进口商品开始减少嘛，都是一些自营的品牌，但是还是打不住关门的趋势。第二点就是竞争现在很激烈，中国现在有个词叫内卷嘛，恶性竞争很多是。盒马进我们这个镇子的时候，它是相当于一枝独秀嘛，尤其是在这种新零售、线上线下一体的生鲜超市，它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它的品牌已经打响了嘛，所以人流量很大。但是这几年，我们这个镇子的开了很多的类似的生鲜超市，比如说山姆会员店，还有奥乐奇。奥乐奇就是德国的阿尔迪，目前它也在上海开拓了很多的新零售的线下门店，也支持线上，跟盒马的模式基本上一模一样。还有其他的大的商场也有这种生鲜超市，所以竞争加剧，客流量当然就被分散掉了。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好事了，多了一种选择嘛。还有第3点吧，我觉得，就是他们的创始人出局了，退休了。盒马本来是他们高管内部创业的一个项目，相当于是。创始人一走，整个的文化都会变的，你们认同吗？他的一些经营理念、企业文化都变了。2025年，也就是去年，盒马还发生了一件鸡蛋抗生素超标的事情。抗生素超标就是养鸡场里面给鸡使用的一种药物，来防止它生病。如果用的过多，就会导致鸡蛋里面有农药残留嘛。然后这件事发酵之后呢，盒马拒不回应，一直不回应。这件事当然是发生在他们创始人离开之后了。哎，这真的让我很伤心、很灰心、很沮丧。所以从去年开始，其实我就基本上不来盒马了。这也是一个缩影吧。它的门头已经变了，换成了这个开发商的名字。旁边还有痕迹哦，看到盒马了吗？很有标志性，让人感慨，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了吧。一个时代的落幕。这家生鲜当时为什么是最先进的生鲜超市呢？因为这家店当时还有盒马的第一家机器人餐厅。
机器人餐厅里面，从点餐到后厨的食材的准备，到递菜，全都是机器人完成。机器人像一个个的扫地机器人一样的方盒子，在那个传送带上来回穿行。去里面吃饭的人可以在超市里面现成的买各种海鲜或者其他的食材，交给他们加工。基本上餐厅里面只有厨师，服务员很少很少。我们去楼底下看看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遗迹没有。已经开始清场了。这个电影院现在面积还是很大的，9点到早上9点到晚上10点。跟河马说再见了，拜拜。希望有缘再见。好了，今天就带你们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